第196章误导。到了这一刻，克莱恩已大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基于非凡特性聚合定律，自己刚进入连正常亡灵都没有的卡尔德隆外层区域就被这灵界掠夺者盯上了。他先是将不知来源于哪里的黄金圆盘搬到预言的行进路线旁，让自己通过密偶能够看到，从而将注意力转移至卡尔德隆对活物的转化上。接着又借助并非他分魂的巨人铁匠，更进一步麻痹自己，最终悄然潜伏到了操纵范围内，一击得手。如果不是我见过那些风铃一样悬吊于小教堂内的王者，对占卜家途径的高序列有着本能的畏惧，预备了好几个无人帮助下自行打断控制的办法，刚才已经成为灵界掠夺者的分魂。真是的，在进来之前，我就应该想到非凡特性聚合定律的。拿上海神权杖后，即使有暴君牌压制，我也还是鲁莽了一点，竟遗漏了这么重要的细节。表面来看，我确实一如既往的小心谨慎，可实际已不知不觉变得鲁莽，而自己还不这么认为。克莱恩思绪电转间，又一次抬起持握白骨权杖的手臂，想继续用闪电风暴做范围攻击。一次不够，那就2次；2次不够，那就3次。总之，抓住这个机会，不让灵界掠夺者逃出火力覆盖范围，这是最安全的办法，也是克莱恩最崇尚的战斗风格。如果不是雷击在卡尔德隆城被削弱了不少，他都怀疑自己现在就可以去拾取非凡特性了。而已消化了大半序列5魔药的他，灵性还足以支撑一阵。就在这个时候，那套着半透明白色长袍的无形人体表一下燃起了苍白的火焰。几百米外，同样的焰流腾跃，直窜半空。灵界掠夺者用比克莱恩厉害了不知多少的火焰跳跃，瞬间拉开了距离。与此同时，他原本藏身的碎石堆里，一个4米高的青黑色巨人摇摇晃晃站了起来。这巨人胸腹洞开，已看不见内脏，但却如同一座大山，一处堡垒，横在暴君与灵界掠夺者之间，挡住了所有的视线。而克莱恩的眼中，对方的灵体之线聚集在了一起，其延伸向远处的灵界掠夺者，一看就属于分魂。海神权杖顶端，一颗青蓝色的宝石亮了起来，几道闪电凭空跃出，缠绕成束，化作银白巨剑，瞬间就命中了那青黑巨人的头部。所有的无形防御一下破碎，如同纸张糊成，巨人的脑袋随之崩裂，化成无数焦黑的肉块飞溅向四周。他失去头部的身躯内则油染着点点阴绿的苍白气体蒸腾消散，带走了全部活力。这一切只是眨眼的功夫，带3重冠冕穿教皇法衣的克莱恩将手中的白骨权杖举得更高了。青蓝的光芒一圈又一圈荡开，呜的风声吹起了他的披风。卡尔德隆外层区域很大一部分地方，乌云迅速汇聚，层叠压下，让这里显得更加昏暗，更加压抑。啪啪啪，黄豆大小的雨滴接二连三砸在地面，溅起了时光积累的少许尘埃。哗啦啦，雨滴越来越急，越来越多，形成了一场堪称灾难的暴雨。那雨水浇灭了一丛丛苍白的火焰，汇聚成流，一路往下涌去，直奔整座城市的最低点，直奔那地底深坑的尽头。这样的天气下，克莱恩的火焰跳跃直接被废掉了，灵界掠夺者的同样如此。但是于暴君而言，灵性却借助那片乌云往外蔓延了开来，仿佛化身为了正俯视大地的神灵。每一朵乌云，每一滴雨水，都成为了克莱恩的眼睛，让他轻松就在天象有所变化的区域内找到了灵界掠夺者。这身穿半透明白色长袍的无形人，此时正躲在一根折断的苍白巨柱后，并没有远离外层区域，进入核心地带。轰隆一声雷鸣震耳欲聋，一道道闪电交织成了银白光束，唰的就从乌云内冲出，射向那灵界掠夺者。靠着超强的灵性预感，这无形人抢先半秒钻入了地面。1道、2道、3道，粗大的银白光束密集地披在了那片区域，披的泥土消融，向下凹陷，出现了焦黑的坑洞。灵界掠夺者从另外一边冒了出来，忙不迭地窜向别的躲避处，时而偏右，时而往左，如同蛇游。可是不管他逃到哪里，银白的闪电光束总能追赶上他，甚至有提前做出封堵，让他离开暴雨区域的打算惨遭破灭。轰隆轰隆轰隆，乌云中俯视着灵界掠夺者的神灵宛若暴君，挥舞着银白的权杖，一下又一下击打向目标，好几次都差点成功。克莱恩愈发心急，恨不得立刻就能结束狩猎，于是毫无保留地催动着海神权杖，
让闪电劈落地愈加频繁。忽然，他感觉到了强烈的疲惫，这让克莱恩一下惊醒，发现了不对。灵界掠夺者最开始明明有机会退入卡尔德隆较底层区域，为什么还滞留在附近？他明明是灵界生物，没有实体，可以钻进地底，躲避闪电，规避暴君的注视，为什么还时不时窜出来绕上一圈？他是在引诱我攻击。他从我的灵体之线和对密友的操纵细节察觉出我本身的层次还未达到半神，想消耗掉我的灵性。克莱恩悚然一惊，结合最开始的遭遇，真真切切认识到了灵界掠夺者是一种富有智慧、相当狡诈的生物。同时，他还想到了一个问题：刚才的闪电风暴和乌云大雨会不会引起卡尔德隆城核心区域危险存在的注视？实在是太鲁莽了，总是忽略关键细节。念头闪烁间，克莱恩收回了海神权杖，磅礴大雨随之停止，半空乌云飞快散去，周围的天气恢复了正常。克莱恩又让密友恩佐拿着海之眼手杖返回至身边，与地狱上将路德维尔一左一右将自身保护在了内侧。紧接着，一人两偶向着入口区域一步一步走去，似乎想在灵性还有剩余前离开卡尔德隆。这个过程中，克莱恩一直开启着灵体之线视觉，以此防备灵界掠夺者的靠近。他刚才有注意到，这种生物的灵体之线很有特色，部分从体内钻出，正常往外延伸，部分由外而来，一根根锯成粗束，钻入了半透明的白色长袍里。克莱恩怀疑这就是灵界掠夺者控制分魂时的状态，与密友大师有所不同。目光移动间，他突然看见一处坍塌的房屋内，一根根虚幻的黑色细线钻了出来，其中部分锯成粗束，源头似在远处。克莱恩毫不犹豫微举了下手中的海神权杖，凭空制造出了一声巨大的雷鸣，轰隆！这震慑心河灵的声音里，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猛然抬起了左手，他半边身体一下变得虚幻，胳膊和小臂无限延伸，抓向了那处坍塌的房屋。途中，他的掌心变得异常苍白，有虚幻的脸孔凸显，吐出了一条宛若蛇信的舌头，表面覆盖满了白毛。这条舌头一下窜出好远，穿过墙壁，扎入灵体之线汇聚的地方，直接吸出了一道扭曲模糊的灵魂。那灵魂周围，部分灵体之线陡然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这一部分正是锯成粗束，从远处而来的那些。他们是假的。灵界掠夺者竟然能伪造虚假的灵体之线，或是瞬间调换分魂和主魂的位置。克莱恩霍的转头望向别的地方，果然又看见一团灵体之线的聚合物从地底高速游来。他又一次使用海神权杖，让能震撼灵体的雷鸣贴着地面发出爆响。与此同时，赢家恩佐消耗剩余的部分幸运，给目标附加上了厄运，并且让海之眼手杖的顶端迸射出了一道银白闪电。那闪电相当走运的通过一道缝隙进入地底，直接劈在了来袭者身上，劈的部分灵体之线当场消失。这也是假的。克莱恩刚有反应，思绪已是一致，身体出现了麻痹。就在他嘴巴较为艰难张开，似要吩咐神奇物品时，身穿半透明长袍的无形人突地从天而降，落到了他的面前。灵界掠夺者刚才竟一直躲在高空，借灰白的云气遮掩。这无形人刚一现身，那看不到头部的领口处就爬出了一条又一条透明的蠕虫，表面布满奇异花纹的蠕虫。克莱恩只是看了一眼，脑海念头就彻底爆炸。虽然摆脱了源于灵体之线的控制，但也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他三重冠冕阴影下的脸部，一颗颗肉芽凸显了出来，每一颗都略显透明，仿佛蠕动的小虫。若不是暴君排位格支撑，他已然痛苦倒地，翻滚挣扎。灵界掠夺者竟有一定的神话生物形态。这个时候，白色长袍内的无形人才真正的不受阻碍的掌控起克莱恩的灵体之线，几秒之间就已接近成功。眼见猎物即将变成自己的分魂，灵界掠夺者突然看见对方艰难张开嘴巴，吐出了一个单词，这比他预计的更早从接近失控的状态里恢复，而那单词是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命运。这是窃运者符咒的开启咒文。克莱恩如果真的想撤离，早就抓住两个密偶，直接结束召唤，返回灰雾之上，而不是一步一步地挪向卡尔德隆城的入口。他在给灵界掠夺者埋陷阱。他之所以能这么快从看见一定神话生物形态的创伤里恢复，及时念出单词，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已经历的太多，而且
虽然不清楚对方会采用什么办法，但总有一种应对较为万能，那就是让目标变得倒霉。克莱恩刚进入滞色状态时，第一个反应不是让神奇物品唱歌，而是让赢家恩佐消耗掉残余的全部幸运，让灵界掠夺者变得足够不幸。第197章真实魂体命运。拖长艰涩的古赫密斯语单词回荡之中，灵界掠夺者和克莱恩所在的位置突然暗淡了一下，这是那样的不明显，就像半空刚好有一朵云飘过，未作停留。可等到幻觉一样的阴影转瞬消逝，套着半透明白色长袍的无形人已然僵立在了原地，衣物表面难以遏制的凸显出重置蠕动般的痕迹，滞涩、缓慢、艰难。他的对面克莱恩眼神彻底恢复了清明，三重冠冕阴影下的脸庞不见了肉芽，这看起来就像刚才不是灵界掠夺者在操纵克莱恩的灵体之线并接近成功，而是克莱恩在操纵灵界掠夺者的灵体之线，且即将把对方转化为密偶。窃运者符咒，对调命运。这用石之虫制作的高级符咒，可以窃取到目标后续的命运，并把自身较短时间内的未来嫁接给对方，以此完成互换。所以克莱恩和灵界掠夺者一下对调了处境，一个由死转生，一个从胜利在望瞬间跌进绝地。确认灵界掠夺者富有智慧，极难对付，不好狩猎后，克莱恩就在表演撤退，看似鲁莽，实则故意的让自身一步步陷入灵界掠夺者的控制，引诱他出现，并随时准备着在关键时刻使用窃运者符咒。那样一来，灵界掠夺者对敌人有多狠，自身的处境就会有多么绝望。当然，如果窃运者符咒没有达到效果，或者灵界掠夺者主魂并未出现，依赖的是别的办法掌控局面，克莱恩也还有最后的手段自保，那就是直接结束掉召唤，返回灰雾之上，用2个密偶和几件神奇物品的损失换取本身的无恙。顾不得去惊讶窃运者符咒竟如此神奇，偷盗者途径的天使竟如此恐怖，克莱恩趁命运的对调还未结束，毫不犹豫举高了手中的海神权杖。他深蓝的教皇法衣随风展开，金色的三重冠冕映照出了青蓝与银白交错的光芒。白骨权杖的顶端刹那迸射出一道又一道闪电，交织成球，落到了灵界掠夺者身上。银白豁然大翅，淹没了目标，照得周围白茫茫一片。1次、2次、3次，克莱恩不断催发着恐怖的球状闪电，毫不吝啬自身的灵性。终于，他听见了仿佛源自灵魂深处的嘶吼，直觉地感应到目标已崩解溃散。克莱恩这才放低了海神权杖，看着银白的闪电丝丝散逸。此时此刻，他整个灵体都已变得颇为虚幻，哪怕有暴君加持，也显得不够真实。随着闪电的消逝，套半透明白色长袍的无形人又一次出现在了克莱恩的眼中，一点点晦明不定的光芒从内冒出，灵界掠夺者整体陡然分裂，化成无数虚幻的泡沫，一个接一个破碎。暴君狩猎成功。就在这个时候，卡尔德隆较深区域突地发生了剧烈震动，仿佛有庞然大物由于灵界掠夺者死去苏醒了过来，或是数不清的危险生物因此涌出。那难以言喻的感觉竟连成了一片虚幻的灰白，如同洪水从偏底部的地带一层层上涨。其他的灵界掠夺者，不，像是更可怕更恐怖的生物，灵界掠夺者侍奉的对象。还有卡尔德隆核心区域地底深坑的尽头依旧那么安静，一点声音都未传出，这更加让人感觉恐惧。克莱恩强打精神，一边分心留意起卡尔德隆内层的动静，一边焦急地等待着灵界掠夺者的特性析出具合成材料。他暂时没有成功狩猎的欣喜，只得在深渊边缘徘徊的紧绷。这个过程中，克莱恩让赢家恩佐和地狱上将路德维尔靠拢了自己，并将海神权杖丢给前者拿着，以便自己能摆脱暴躁冲动的状态，更加冷静的思考怎么应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刚才有无其他细节被遗漏。念头一闪，克莱恩猛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他让神奇物品唱歌时，蠕动的饥饿有在赞美真实造物主，并且诵念出了完整的尊名。虽然那人皮手套用的不是古赫密斯语等能撬动自然力量的语言，而是赫密斯语，但后者同样能在祭祀领域发挥作用。这也就意味着真实造物主很可能听到了蠕动的饥饿的赞美，注意到了这边发生的动静。除了正要上涨的灰白洪水和城市深处的恐怖生物，还有别的危险。等等，我现在是灵体，略等于怨魂，
不是正常状态。克莱恩脑海内刚转过一个想法，灵感突有触动，本能就将目光投向了卡尔德隆的入口处。那里光影一闪，进来了一道身影。那身影套着简单而朴素的亚麻长袍，留着一头银色的长发。他是位男性，五官柔和，面容秀美，眼神温柔里带着些许淡漠，仿佛在以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命运，注视着世界上每一个人。在他的背后，一道又一道光芒形成了虚幻层叠的纯净羽翼，向外张开，遮蔽了整个入口区域。克莱恩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了嘶的声音，脑海里闪过了一连串的名词：乌洛留斯、吞围者、命运天使、天使之王。他顾不得考虑刚才想法的可行性，身体仿佛没有实质一样膨胀了起来，将密欧恩佐和路德维尔同时包容在内，将还在析出和融合特性的灵界掠夺者残余泡沫包容在内。此时，乌洛留斯银色的眼眸已映出了远处那道身影戴三重冠冕、穿深蓝法衣、极为威严、极为暴虐的身影，以及被暴君气息遮挡的极为模糊的灰白雾气。一条闪烁着波光的河流在他两只眼睛内同时呈现，环绕住了形似暴君的身影，环绕住了卡尔德隆外层区域。无声无息间，刚才在闪电风暴里毁灭的方形房屋和苍白巨柱重新立了起来，只剩下两根焦黑脚趾的巨人铁匠再次拥有了身体，出现于陵墓内，当当当敲击起砧板。这一切又回到了暴君进入没多久时的样子。可是教皇打扮的克莱恩却不见了，他的两个密偶连同灵界掠夺者残余泡沫也不见了，相应的身影无法回归，刚重启的场景随之破碎，变回了大战后的疮痍样子。吞围者乌洛留斯就那样静静看着，许久没有动作。卡尔德隆深处上涨的灰白则一点点回落。灰雾之上，克莱恩疲惫地瘫坐在了愚者那张高背椅上，累得连让恩佐和路德维尔两个密捏肩按腿都做不到。海神权杖已被他扔回了杂物堆，暴君牌也离开了他的魂体。倒扣于黑皇帝牌旁边，灵界掠夺者残余的泡沫则漂浮在前方，不断地吸出非凡特性，又不断地与那些光点结合。克莱恩缓了一阵后，看见点点灰白粉尘下落至斑驳长桌的表面，伴随着一个似乎没有重量的透明事物，那是乌巴掌大小，由一条条状似蠕虫的东西缠绕而成，近似人形，内里填充着没有颜色的液体，常有泡沫冒出，发散开黑色的细芒。克莱恩不敢仔细去看，因为那没有重量的透明事物细微处有着更加丰富的结构，形成了一个个无法名状的花纹符号，似乎将知识、力量、变化、隐秘、诡异、疯狂等概念直接融入了里面，让他们不再抽象。这给克莱恩带来了强烈的眩晕，甚至有种精神接近崩溃、魂灵即将失控的感觉。这应该就是灵界掠夺者的真实魂体了。相应的粉尘也有了，大概70克，比需要的多，也比我预想的多。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将粉尘装入一个盒子，连同真实魂体一起丢到了杂物堆里，并用灰雾做了覆盖。完成了这些事情，他抬手揉了揉额角，无声自嘲道：如果不是拿着海神权杖，遭遇灵界掠夺者袭击后，我多半会直接选择离开卡尔德隆，等到有了帮手，再做最稳妥的狩猎，以便控制动静，不惊扰到核心区域的未知事物。哎，就这样莽到了最后，虽然结果是好的，但真的不符合我的性格，也和占卜家途径的扮演完全矛盾，以后得尽量避免在外界动用海神权杖。灵界掠夺者已经狩猎成功，无需找沙伦小姐帮忙了，等过几天写信给她，让她不用再牵挂这件事情。不过我有预感，以后还会去卡尔德隆，到时候或许还得请沙伦小姐帮忙。另外得搜集下鬼术邪怪的情报，不能将希望完全寄托在白银城那里。念头分成间，克莱恩没带密偶，直接回归肉体，结束掉仪式，跋涉向睡床，倒头就进入了沉眠。逃掉了。索斯特看着对面的男子，询问起正在通灵的戴利西蒙尼。他们刚完成了行动，又抓获了几名灵教团成员，但情报中显示的关键人物苍白之手帕伦克塔西布却没在隐秘据点。这是一位序列斯的半神，所以红手套小队不仅动用了一级封印物，还请了女神之眼伊利亚出手，结果扑了个空。戴利西蒙尼点了点头，是的。他旋即望向俘虏，嗓音空灵飘忽的问道：帕伦克塔西布去了哪里？他说他去见一个人。那位灵教团成员缓慢回答道：那个人是谁？
戴利西蒙尼追问道。伦纳德·米切尔等人也各自将目光投了过来。被通灵的男子嗓音没有起伏地说道。因斯赞格威尔第198章曾经的组织。因斯赞格威尔听到这个名字，在场所有红手套都沉默了下来，一时竟没人开口说话。自这位前任大主教叛逃以来，黑夜教会从未放松过对他的追捕。位居顶层的大主教和高级执事们更是轮流负责，彼此协助，时常带着相应的封印物到处奔走，寻觅线索，可始终无法锁定因斯赞格威尔，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巧合与他错开，不仅连人影都没能看见，而且还被对方弄出了几件大事，杀死了多位职业者。这对黑夜教会全体，尤其职业者队伍来说，既是仇恨，也是耻辱。伦纳德·米切尔低垂的双手不自觉就握了起来，呼吸都变得沉重了几分。他很快强迫自己从那突然涌起的情绪里挣脱出来，将注意力放至别的地方。难怪道恩·唐泰斯会在狂暴海中城岛遇见因斯赞格威尔，因为后者的目的地也是南大陆，也是东拜朗。众人沉默之中，戴利西蒙尼直接用灵体发出般的空幽飘忽之音，没有太明显的变化，只是带上了少许冷然，语速随之加快了一点。他们在哪里见面？那位灵教团成员茫然摇了摇头，不知道。戴利又连续提了好几个问题，可都没有得到理想的回答。最终他退后一步，将目光投向了这支红手套小队的队长索斯特。索斯特叹了口气，斟酌着说道，首先将这个情报告知女神之眼阁下，由他与圣堂联系。携带着0到8分的因斯赞格威尔不是我们一支红手套能够对付的。其次，循着帕伦克塔西部这条线索追查下去，希望能弄清楚因斯赞格威尔的目的，在无法追踪他、难以锁定他的情况下，掌握他的目的比掌握他的行踪更加重要。这也许能帮助我们为他设置一个不得不进入的圈套。最后，从现在开始，时刻留意自己身上发生的每一个巧合，不管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都要向我报告。是，队长。红手套队员齐声回应中，伦纳德保持着沉默，侧头看了戴利西蒙尼一眼，发现这位自称通灵者的看门人同样没有开口说话，目光幽深。与此同时，他脑海内回荡起了帕列斯·索罗亚斯德那略显苍老的嗓音。呵呵，看来我将目睹一场追与逃的戏剧，老头什么意思？他在暗示什么？我们刚决定对因斯赞格威尔的目的展开调查，就被008知道了。伦纳德收回视线，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如果由一个本来已经死去的人暗中进行相关的调查，是否能规避0-8的感知？睡了2个小时，克莱恩揉着还有明显胀痛的脑袋，缓慢从床上起身。接着他拉响了门边的铃铛，等待侍者上来。没过多久，一位穿白衬衣红马甲刻意做鲁恩打扮的本地土著来到外面，屈指敲响了房门。克莱恩拧动把手，将外门拉开了一道缝隙，嗓音低哑的吩咐道，再送一份午餐到房间，之前用餐太早了。这一刻，他的样貌已经变成了晒黑的密友恩佐。作为一名有2个仆役住豪华房间的先生，没可能亲自到门边吩咐侍者。一份午餐，有特别的要求吗？那土著侍者拿出纸笔，边记录边用发音颇为奇怪的鲁恩语问道。克莱恩用同样别扭的鲁恩语回应道，以红肉为主，配一杯加冰和柠檬的起泡甜酒，包含2份仆人餐吗？那位土著侍者循着流程问道。克莱恩沉默了1秒道，包含。结束掉对话，他关上房门，赶紧布置仪式，将赢家恩佐和地狱上将路德维尔从灰雾之上带回了现实世界。至于蠕动的饥饿和海之眼手杖，都暂时留在了杂物堆里，一个是因为饿着肚子，一个是有点难以遏制唱歌冲动了。等克莱恩操纵密友收拾好房间，几位侍者陆续前来将午餐送达，于是整个房间内只剩下了刀叉轻碰餐盘的动静和不太明显的咀嚼声。不知过了多久，克莱恩放下刀叉，拿起餐布，擦了擦嘴巴，满足的向后靠住椅背，无奈摇头道，再这样下去，我真会发胖的。2个密友已失去进食的能力，但克莱恩为了掩饰，又不能不附加仆人餐，这导致见不得食物被浪费的他只好选择尽量多吃。还好我是无面人，克莱恩捂住嘴巴打了个嗝，随即喝掉了最后那口起泡甜酒。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感觉自己缓了过来，有精力去思考这次卡尔德隆之行的种种细节。偷盗者途径真的可怕，只是一条10只虫制作的符咒就能达成如此匪夷所思的效果，
身为天使之王的毒神者阿蒙究竟有多么恐怖，可想而知。哪怕只是一个分身，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还好，我之前没有逞强，懂得模仿有经验者的做法，直接逃到了南大陆。真是造物主对我真是重视啊，直接就让吞围者乌洛留斯赶了过来。这确实有种穿越时光的感觉，古老壁画上的天使就这样走了出来，走到了我的面前。还好，我能直接结束召唤。克莱恩刚想到这里，神情突然一凛，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乌洛留斯是怪物途径的天使之王，这也就意味着对方能直接看到他身上的特殊，看到灰白的雾气，看到光球组成的虚幻之门和组成光球的透明、半透明蠕虫们。这究竟代表什么？从第2季存活下来的命运天使很可能知道一些，而真实造物主或许了解的更多。他们会不会识破我就是灰雾之上神秘空间的主人？不管怎么样，重视程度肯定会有所提高。克莱恩右手握拳，抵了下嘴巴，考虑起极光会或救赎蔷薇可能采取的行动。让他感到幸运的是，不管救赎蔷薇还是极光会，目前都未锁定任何一位愚者的信徒。不过，拜亚姆城外那场乱战中，他以格尔曼斯帕罗这个身份活动时，有丢出被真实造物主污染了的火种手套，试图引来极光会的圣者。这很有可能导致疯狂冒险家进入嫌疑名单。从格尔曼斯帕罗这个点延伸出去，星之上将、冰山中将达尼兹·安德森都可能被极光会调查，得提醒他们一下。克莱恩缓慢吐了口气，站了起来，准备去灰雾之上。在他看来，和军方、风暴教会、玫瑰学派、灵教团对格尔曼斯帕罗的追捕不同，真实造物主的信徒都相当疯狂，而且还有身为天使之王、善于窥探命运的首领在现实世界活动。这样一来，无论加德利亚等人是否飘在海上，有多么难以被锁定，都存在被找上门的风险。其中，冰山中将艾德文纳和迷雾海最强猎人安德森倒是不用克莱恩太担心，他们知道的不多，不涉及核心问题，不会怎么样。唯一需要顾虑的是，极光会那帮疯子在正常问答的过程或许会采用激烈的手段。西拜朗、梅桑耶斯主导的北方邦库克瓦城，正在啃咬烤肉的达尼兹突然顿住，听到了愚者先生转达的源自格尔曼斯帕罗的提醒：小心灵教团的人，小心极光会的人，尤其后者需要特别注意，并提醒一下你身边的安德森·胡德以及艾德文纳·爱德华兹。小心灵教团，小心极光会，这都多少个了？军方、风暴教会、黑夜教会、玫瑰学派，格尔曼斯帕罗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会得罪这么多势力？狗屎！达尼兹的表情先是一僵，旋即扭曲了起来。他还不清楚七大海盗将军之手已经换人，想起了什么？对面的安德森放下切割肉块的小刀，挑了下眉毛，好奇问道。达尼兹悄然做了个深呼吸，斟酌着反问道：你听说过极光会吗？他并不确定安德森一定知晓，毕竟极光会这个组织最初相当隐秘，后来的名声也主要集中在鲁恩王国。安德森呵呵笑道：你居然知道，我反而比较惊讶，是你们船长告诉你的？不等达尼兹回答，他用手指梳了下短发，自顾自说道：他们相信造物主无处不在，万事万物都有神性，相信人生不过是一场精神旅行，只要愿意聆听教诲，就能了解神性，发现神性，聚合神性，最终成为天使，超出现实。这样的理念听起来还不错，但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信仰真实造物主。听到这里，达尼兹忍不住嘲讽了一句：知道的很多嘛，只比我少一点点。安德森顿时勾起了嘴角，笑容灿烂的说道：当然，我曾经在英蒂斯加入过一个组织，他们希望改变社会，改变世界，让超凡不再隐秘，显于所有人眼中，成为真正的统治者。他们叫铁血十字会，信仰的也是真实造物主。达尼兹的表情一下呆滞，额头瞬间就沁出了冷汗。第199章获取情报的新方法。瞄了眼达尼兹的表情，安德森什么都没有察觉一样继续说道：不过他们的脑子似乎都被活尸给吃了，狂热到近乎愚蠢，不太符合我的审美。我骗了点东西就退出了。咦，你脸色怎么有点苍白，脸上好多汗水，得了日射病吗？作为一名猎人，适应环境难道不应该是本能？达尼兹抬起右手抹了把汗水，于心中咒骂了2句，强行挤出笑容道：我曾经听人说过，一旦信仰了邪神，
再想摆脱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说着说着，下巴就抬了起来，一副我看你怎么死的样子，完全没考虑格尔曼斯帕罗刚得罪极光会，自身惨遭真实造物主信徒通缉的问题，也没联想起自己正在信仰某一次邪神的愚者。说得很对，安德森笑容不见一点阴霾的回应道，我又没有真正信仰，当时诵念的都是我从知识与智慧之神尊名里改来的句子，反正他们不太喜欢用脑子。不，他们根本没这东西，只要表面装的虔诚一点，随便找个理由就能蒙骗过去。不等达尼兹就此展开讨论，他转而问道，你为什么突然说起极光会？达尼兹狠狠咬了口烤肉，慢慢咀嚼咽下，故意隔了20-30秒才道，因为我记起了一件事情，格尔曼斯帕罗不知做了什么，被极光会列为高度重视必须清除的主要目标。对了，还有灵教团，而我和你都是公认和他存在联系的人，让我小心极光会、灵教团的人。安德森恍然点头，呵呵笑道，类似的话，你最近似乎已经说过一次，玫瑰学派、风暴教会、鲁恩军方。有的时候，我觉得格尔曼斯帕罗比我更适合做猎人。达尼兹难得没去反驳，深有同感的重重点了下头。安德森想了想，突然毫无征兆的转移了话题，你这次到西拜朗来，究竟想做什么？帮格尔曼斯帕罗的忙？听到这个问题，达尼兹沉默了一秒，放好手中的事物，不快不慢的整理了下衣服道，西拜朗各阶层民众信仰情况调查，这是他和冰山中将艾德文纳讨论后确认的此行目的。用更通俗的说法是，调查西拜朗各大隐秘组织的发展情况和势力范围，当然，这还会附带与当地统治势力的初步接触，弄清楚他们有没有购买枪支弹药的需求。西拜朗各阶层民众信仰情况调查，安德森重复着达尼兹的话语，条件反射般抬起右手，揉了揉额角，似乎颇为头疼。结束塔罗会，提醒新之上将注意极光会和灵教团的调查，最好寻求摩斯苦修会的帮助后，克莱恩又忙碌着完成了世界、月亮和太阳的3方交易，收获了5000磅现金。等到用过晚餐，他叼着没有点燃的装饰性烟斗阅读起报纸，然后看见自家信使小姐从虚空中走出，送来了一封信，伦纳德的。克莱恩伸手接过的同时，留意了下雷尼特提尼克尔有没有停留，发现这位信使小姐迅速就返回了灵界，这让他确认伦纳德米切尔已支付邮费，于是将另一只手从衣兜里抽出，展开了信纸。因斯赞格威尔出现在东拜朗，疑似与灵教团人造死神派的帕伦克塔西部碰面。因斯赞格威尔，克莱恩咀嚼着这个姓名，缓缓向后靠住了安了椅的椅背。在信中，伦纳德希望他能于暗中也做一些调查，弄清楚因斯赞格威尔的目的。可问题是，上次才提过0到8分有类似凡有言被必知的特性，知道了他，也就同时被他知道，而且他善于安排巧合，让人不知不觉就跟着他的指挥棒走。这种情况下，要对因斯赞格威尔展开调查，很难不被0到8分察觉，不仅没什么成功的可能，还容易暴露自身。克莱恩一边思考，一边让赢家恩佐走至背后，按捏起他的肩膀。他又从头阅读了一遍伦纳德米切尔的来信，希望能于那寥寥几句话语中找出更多的线索和可以利用的调查切入点。东拜朗、灵教团、人造死神派、帕伦克塔西部、因斯赞格威尔找他们做什么？为背后那个王室派系为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真正的凶手寻求盟友。人造死神派，人造死神派。克莱恩想着想着，突然记起一件除了自己和阿兹克先生，几乎没什么人知道的事情。黑夜女神初步控制了死神途径的唯一性，也就是人造死神，目前正在篡夺、消化和掌握相应的权柄。换句话说，就是灵教团人造死神派信奉的对象，某种程度已经算是黑夜女神。等到权柄的转移和掌握结束，他们必将遭遇一定的清洗，逐渐融入黑夜教会，或者继续以当前身份活动，与灵教团其他派系与各个隐秘势力接触，不露痕迹的配合职业者们行动。于克莱恩而言，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记得之前搜集到的古代文献里有提到，为了人工制造死神，灵教团那部分成员每天都会向唯一性祈祷，就像对方是真正的神灵一样，试图一点点唤起他的灵智，让他一步步活化。当然，这只是计划的其中一环，且并非关键。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可能，帕伦克塔西部在向人造死神祈祷时，
提了一句因斯赞格威尔的目的，以求获得庇佑。可他想不到的是，对面的人造死神已经被黑夜女神控制，虽然还未成为对方的化身，但也失去了自由。从这个角度、这个逻辑出发，直接布置仪式，向女神祈求，说不定就能得到因斯赞格威尔的目的。这未必不行啊！克莱恩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个看似荒谬的方案有成功的可能，而这个可能变为现实的基础是，敌人的首领是我们的卧底。让密欧恩佐停止按捏，克莱恩缓缓起身，来回踱步，考虑着要不要尝试一下。怎么尝试？因斯赞格威尔是教会的叛徒，是所有职业者的耻辱，有机会清除他，女神应该很乐意，不介意提供一点帮助。但现在正是女神消化掌握人造死神权柄的关键时期，她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必能给予回应，只能维持正常仪式魔法的反馈，而且我也缺乏相应的材料。还有，我一直在告诫自己，要有必要的警惕心，不能完全相信和依赖女神，直接向她祈求获取神谕，总觉得不是太好，希望能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念头纷呈间，克莱恩一时有点犹豫，他将思绪发散开来，试图找到更能接受的方案。忽然，他有了一个更加荒谬的想法，直接向人造死神祈求。这一方面是其实没什么危险，因为人造死神本身是不会回应祷告和仪式的。若是得到反馈，则意味着本质是黑夜女神在操作。另一方面，克莱恩有人造死神计划附带产物遗留的羽毛，有阿兹克铜哨，不需要再花费很长时间搜集材料就能够布置祈求神谕的仪式。另外，也隔了一层，不是直接和女神联系，说不定这还能帮助他更进一步的掌握人造死神的权柄。克莱恩自我宽慰了一句，开始在房间内忙碌。他先是利用献祭与赐予仪式，将剩余2根羽毛之一和许久未用的满月精油、夜香草粉末等物品拿回了现实世界，然后改造祭坛，完成了仪式的前期准备。反正本质是向黑夜女神祈求，他也就懒得再去额外购买死神领域的仪式材料。这与正常仪式魔法没有本质区别。克莱恩熟练的点燃蜡烛，滴落精油，在仿羊皮纸上画出神秘学里的人和隐秘等符号后，于弥漫而起的淡薄雾气里，将阿兹克铜哨压在了上面。紧接着，他把那根沾染着淡黄油污的白色羽毛放入了正燃烧草药粉末的银碗内，看见它一点也没有卷曲，毫无焦黑的迹象，无声吐了口气。克莱恩退后一步，用赫密斯语诵念道：“您是死亡的本质，您是王者的君主，您是所有生灵最后的归宿。我祈求您的帮助，祈求能知道因斯赞格威尔与灵教团联络的目的。”他话音刚落，3朵烛火陡然膨胀，看似变亮了不少，却染上了阴绿，周围一下变得森冷。克莱恩略有点忐忑的闭目冥想了30秒，走至祭坛前方，拿起满月精油，又往3根蜡烛上各自滴了一滴。做完这件事情，他回收阿兹克铜哨，抓住那张仿羊皮纸，将它凑至象征我的烛火前，点燃扔入了银碗。唰的一下，原本没有损伤的那根白色羽毛腾起了苍白的火焰，将整个银碗彻底覆盖，遮蔽了克莱恩的视线。2-3秒后，火焰完全褪去，银碗内只剩下了一堆粉末，那些粉末无风自动，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单词。恶灵附身，需要驱除。第200章脸皮较薄。女神真的回应了。看到粉末构成的那些单词时，克莱恩第一反应竟与实质的内容无关，而是震动于这件看似荒谬的事情确确实实发生了。虽然他早有心理准备，也相信成功的概率不会低，但还是陷入了复杂的情绪，好几十秒都未能挣脱。过了一阵，克莱恩缓慢吐了口气，抬起右手，在胸口顺时针点了4下，赞美女神。他旋即结束仪式，强迫自己将注意力放回神谕本身。恶灵附身，需要驱除。因斯赞格威尔竟然会被恶灵附身，他在死神途径从序列9升到了序列5，获得神性的关键阶段转的也是非常擅长对付灵体类生物的黑夜途径序列4守夜人。只有怨魂恶灵怕他，哪有他被亡灵附身的道理？除非那个恶灵层次非常高或者本质极为特殊。可惜真正意义上的恶灵，我只见过一个，也就是亚历斯塔图铎那座地下遗迹内封印的古老恶灵，对这种怪物了解不多，难以把握到许多细节性的东西。后续可以写信询问沙伦小姐，也可以让小太阳打听，那位牧羊人长老洛威亚就放牧着一个恶灵，
难怪因斯赞格威尔要找灵教团的半神见面。在驱除恶灵上，除了黑夜教会、永恒烈阳教会，大概就要属灵教团了啊。前面估计还得加个战神教会，相近途径总是有相似之处。还有一点可以看出，因斯赞格威尔并不希望自己遭恶灵附身的事情被合作的王室某派系和魔女教派知晓，要不然他根本没必要亲自前来南大陆。那两个势力都源自第5纪之前，传承久远，不至于连驱除或净化恶灵的封印物都找不到一件。即使真找不到，通过魔女教派联络灵教团，肯定比因斯赞格威尔自己跑一趟更隐蔽、更安全。思绪转动间，克莱恩摊开一张信纸于桌上，提笔写道：“你提供的情报让我一下将之前搜集到的线索串联了起来，而得益于某位伟大存在的帮助，这明确的指向了一个结论：因斯赞格威尔被恶灵附身，正寻求灵教团的帮助。仅仅从这个事实出发，我们也能得到不少有用的判断。因斯赞格威尔时常会表现出前后语言、行为的不一致，他偶尔会脱离正常轨道，做一些我们认为他绝不会去做的事情，犯一些我们难以理解的错误。在这个问题解决前，他和灵教团的接触不会中断，甚至将越来越频繁。从这些判断入手追查，或许能抓到因斯赞格威尔的尾巴，但我认为还是无法锁定他。那件零分级封印物制造的巧合正常难以逾越。写到这里，克莱恩不由想起了与因斯赞格威尔正面遭遇的那次。自身的调查并没有直接指向对方，但却使他们的阴谋差点败露。于是因斯赞格威尔主动出手，天降陨石，试图杀死夏洛克·莫里亚蒂，泯灭掉线索，而自己最终得到阿兹克先生帮助，逃出了绝望的处境，导致因斯赞格威尔不得不从幕后走出，登上舞台，暴露于聚光灯下。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阿兹克先生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准，因斯赞格威尔或许已经死了，但要复刻类似的事情，创造一个他不得不自己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场景，还是非常困难。要知道之前那次不仅有阿兹克先生这个死亡执政官和能利用灰雾破坏巧合的我参与，还出现了特丽斯奇克和他手上戴着的那枚疑似灵级封印物的戒指。没有这位小姐突然的出逃，因斯赞格威尔根本不会被逼到亲自出手的地步。克莱恩斟酌着又落笔写道：如果能弄清楚那个恶灵的来历和主要目的，事情也许会出现转机。写完因斯赞格威尔相关，克莱恩心中一动，就要顺便提另外一件事情，但勾勒完开头几个字母后，他又停下了钢笔，抬起左手，同时捏了捏两边脸颊，显得很是犹豫，似乎不太好意思。无声嘀咕了几句，克莱恩最终还是流畅书写起后面的内容。即使没有那件零分级封印物的帮助，因斯赞格威尔也是你和我无法正面抗衡的敌人，我们必须做更充分的准备。如果你能提供一些食之虫，我可以将它们制作成能对付半神的高级符咒，这叫窃运者，能对调自我和目标较短时间内的命运。放下钢笔，克莱恩没再多看，速度极快的将信纸折起，郑重装入了一个信封内。他旋即拿出冒险家口琴和一枚金币，召唤出信使小姐，让他取走了给伦纳德·米切尔的回信。不过这次不是送去平斯特街7号，而是直接拿到对方目前的住处。此时距离伦纳德写信过来并没有多久，克莱恩认为他应该还未移动出雷尼特提尼克尔的感应范围。做完这一切，克莱恩松了口气，幅度很小的摇了摇头道：向别人提请求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啊，对脸皮较薄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迅速收回注意力，再次改造起赢家恩佐和地狱上将路德维尔两个密友，因为他们在探索卡尔德隆时有被命运天使乌洛留斯看到。这个过程中，克莱恩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打算把他们送去灰雾之上，利用灵界掠夺者的真实魂体做伪装。灵界掠夺者可以让分魂变化成真实魂体的样子，也能把他们伪装成其他灵界生物。他遗留的非凡材料必然有类似的能力，只不过使用艰难，效果较差，负面影响很大。不过这些对拥有灰雾之上神秘空间的克莱恩来说都不是问题，反正他又没打算将那件非凡材料应用于实战，平时改造一下密偶完全不需要太流畅的操作和太好的效果，而且这可以慢慢调整。至于掺杂着神性因素的负面影响，更不值一提，杂物堆里谁不是安安分分的。经过一番忙碌，克莱恩做到了属于愚者的高倍以上，手拿那巴掌大小的灵界掠夺者真实魂体，没有低头细瞧，一点点将自身的灵性延伸了进去。他眼前所见并没有太大改变，依旧是虚幻细密的黑色灵体之线，但尝试操纵时，
他发现自己不仅可以将密友的灵体之线纳入掌控，还能让自身的灵体之线游过去，扎进密友的身体。当双方建立起了这样的双向联系时，克莱恩豁然觉得密友和自己成为了一个整体，自身所有的非凡能力都可以透过灵体之线施加于对方身上，包括无面人改变外貌身材的技巧。缓慢艰难的操纵中，克莱恩感觉到了眩晕，感觉到了情绪的混乱，出现了失控的倾向。这是灵性与神性直接接触带来的必然影响。他忙分心调动灰雾之上神秘空间的少许力量，让自身状态平复如初。一番煎熬后，克莱恩完成了尝试，赢家恩佐变得更像南大陆土著了，一看就来自种植园。地狱上将路德维尔则有了混血感，让人惊悚的脸庞不仅不再是皮包骨头，反而多了点肥胖意味。至于那有安魂效果的银白面具，暂时没办法取下，克莱恩只好让路德维尔绑在胸前，贴着肌肤，这有一定的效果，但不如直接戴到脸上，只勉强可以维持。可惜没办法将这面具改成其他类型的饰品，要不然会省事很多。克莱恩一边忙不迭将灵界掠夺者真实魂体丢回杂物堆，一边揉着额角，任由思绪发散。对了，我这里还有一份安魂师非凡特性，可以做成神奇物品，取代那张面具。不行，我一直都准备把它还给教会，等伦纳德回信就寄给他，不是逐渐缓解后，克莱恩拿出金壳怀表，按开看了一眼，确定了下时间。接着他招来一张纸人，并撬动灰雾之上神秘空间些许力量，将两者同时投入了特别标记过的一个光点。那是属于愚者目前唯一信徒达尼兹的光点。在克莱恩看来，星之上将加德利亚背后有摩斯苦修会，冰山中将艾德文纳是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的人，安德森胡德对格尔曼斯帕罗并不怎么了解，且非常善于认清形势，不会逞强，所以在面对极光会的调查时，他们大概率不会那么危险。唯有达尼兹身在西拜朗，短期内回不去黄金梦想号，实力又不怎么样，还时不时带个先做后想的全套，委实让人担忧。基于这些事实，愚者先生只好自己辛苦一点，每天定时给达尼兹一个纸人天使的拥抱，以干扰对他的占卜和预言。伦纳德没想到克莱恩莫雷蒂回信会如此快，带着几分不可思议拆开了信封，阅读起相应的内容。得益于某位伟大存在的帮助，是指那位愚者吗？果然，克莱恩对因斯赞格威尔的调查已深入到了一定程度。我刚提及灵教团的事情，他就得到了真相。恶灵附身？怎么会恶灵附身？这该怎么利用？食之虫？伦纳德速度飞快地浏览到了信件末尾，表情陡然变得有点复杂。他的脑海内，帕列斯索罗亚斯德保持着沉默，没有说话。